原来这种突然性的下跌是主力的砸盘行为。如果你能够看懂这一天的砸盘 K 线，那么你将会把握后续的拉升行情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哲讲技术频道。今天我们来讲主力的砸盘 K 线怎么识别。这是我们蜡烛图技术的第3讲，主力砸盘 K 线。我们会分为2个部分来讲解。第一部分是主力砸盘 K 线的基本模型，如何通过 K 线就能发现主力的砸盘痕迹。第二部分是关于主力砸盘识别之后，我们的买点在哪里，以及实战当中的注意事项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阿哲讲技术频道，首次收听我们的蜡烛图技术系列课程，可以在我们下方点赞并订阅阿哲讲技术频道，以后可以长时间的持续收听。那么现在我们今天砸盘 K 线的课程正式开始，大家来看有关于主力砸盘 K 线的模型，如何识别主力在此处发生了砸盘行为，为后续的拉升进行一个铺垫，怎么去把握主力的砸盘 K 线，去把握后续的上涨行情。那么我们需要先知道市场当中何谓主力的砸盘。一般主力砸盘发生的地方、发生的位置，往往是在相对中期上涨，或者说相对中短期上涨当中出现的短期下跌走势，并且砸盘行为伴随的往往会有破位的现象。一般的砸盘行为，要么是跌破均线，要么是跌破前期的低点。今天我们讲的是创新低砸盘的识别技巧。这里呢，关键在于我们所说的周期。什么叫中期？什么叫短期？所谓的周期就是我们在股市当中的一个时间概念。那么周期我们会用到的是7天和11天，短期一般我们是6到9天，6到9天内我们称为短周期，而9天以上或者说超过10天，一般我们定义为中期、中短期。那么现在大家来看一下条件，当市场当中出现了一根砸盘 K 线，这根 K 线一般是阴线，甚至呢是大阴线。好，那么这根阴线它有个条件，就是它必须它的收盘价要创前7天的最低价，也就是说当天这根阴线它的收盘价必须要跌破前7天内的最低价，造成短期内的周期破位。但是它又不能够构成中期以上的破位，所以呢，它的收盘价格要在前11天内的最低价之上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有一根阴线，最好是阴线，这根阴线它的收盘价跌破了前7天内的最低价，但是却并没有跌破前11天内的最低价，这是一个中期趋势向好而短期发生破位的现象。这个条件之中，我们还需要保证在这一根破位 K 线出现之前，市场是处于良好的走势，所以我们要求它的1天前的收盘价需要比5天前的收盘价是要抬高的，代表呢，在这一根破位 K 线产生之前，市场当中其实是走势良好，而在这一根 K 线出现之后，出现了短期的破位，使市场的走势出现了异动，而这种异动我们会将它形成的 K 线称为砸盘 K 线。而这种砸盘 K 线的出现，一般意味着价格短期只要止跌就容易产生加速行情，甚至是暴涨行情。那么我们用实际的案例把这2个条件给大家去再次的巩固一下。可能呢，通过这个图例大家还不太明白，我们现在通过实际的股票案例来进行讲解。比如说这一轮价格的上涨，我们会发现为什么说它是砸盘 K 线，这根砸盘 K 线我们怎么去量化主力的砸盘行为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根砸盘 K 线定位的前11天，我们把它做一个标记。现在这一根阴线前期的11根 K 线我们都做了一个序号的标记，我们把条件一一的对应，这一根 K 线是否有跌破它前7天内的最低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前7天内的最低价是1号 K 线的最低价，那么它很明显被这一根我们定义为砸盘 K 线的收盘价所跌破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股市当中跌破了短期前7天的 K 线，
但是它有没有收盘价跌破11天内的最低价呢？很明显，它并没有跌破。前11天的最低价是9号 K 线的最低价，很明显，它离跌破还有一段的距离，空间是足够的。这种情况就形成了在相对中期上涨过程当中的短期破位行为。这种破位行为，它还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我们要它出现之前市场的走势良好。1号 K 线就是1天前的 K 线，它的收盘价格在5号 K 线的收盘价之上。我们看一下两者的收盘价，是不是1号 K 线的收盘，它是一根阳线，收盘价在实体的上沿，它的收盘价明显比5号 K 线的收盘价要高。那么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2个必要条件：砸盘 K 线跌破了7天内的最低价，但是没有跌破11天内的最低价，而它的1天前的收盘价比5天前的收盘价是要抬高的，说明短期趋势是向好的。短期向好，中期向好，但是却出现一根 K 线打破了短期的良好格局。这种情况的发生，我们定义为砸盘 K 线。那它是否是主力砸盘行为呢？这就需要它在2天之内，大家注意了，最好是2天之内出现一根止跌的阳线，这根阳线尽可能是上涨阳线。只要出现一根上涨阳线，我们则认为这一天将会构成我们的交易 K 线，这一天能够作为买入的一个信号，也是我们认为主力在这一天开始，市场将会启动上涨。我们会发现的是，前期低位盘整到了砸盘 K 线这一天之后，市场很明显上涨斜率改变，从一个震荡缓涨变成了加速的单边上涨。这就是主力砸盘之后的拉升行情。现在你学会了吗？我们接下来呢会讲一下关于这一个止跌阳线的买点怎么样去优化。因为主力砸盘 K 线之后，后续的止跌阳线有时候可能真的是出货前的一个诱多行为，我们怎么去分辨它是真的在出货还是在砸盘呢？这一点我们接下来会去讲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阿哲讲究频道，有关于蜡烛图技术的系列内容，我们在首页有进行一个列表的播放。大家如果点赞并订阅阿哲讲技术的朋友，可以呢在频道首页进行观看学习。我们现在开始要讲有关主力砸盘 K 线识别之后，怎么去识别它是真的砸盘而不是出货，规避有可能出现的加速下跌行情。那么关于蜡烛图技术，如果你是前期有跟随阿哲一起学习一起听到现在，那么你会知道任何一个蜡烛图技巧，不管你是用阳包阴，你还是用任何的蜡烛图技术去进行一个学习去使用，你都会应该明白的一点，就是市场当中 K 线它只是一个点，我们往往在研究这个点的时候，需要放开一个面的格局，在面的角度中去讨论这个点的有效与否。所以我们经常会去说到关于蜡烛图技术，除了研究这个点是否有效，是否符合模型之外，你还需要知道这个点所处的空间位置也是一个关键。在市场当中，股价上涨调整短期波位，中期向好，它不一定会在拉升期去出现，有可能是下跌之后的反弹回踩再次启动。那么是启动区出现的破位砸盘，还是在拉升区出现的破位砸盘，这些都是我们要去研究的。当然了，我们今天呢就不讲太过于深入关于主力行为和股价的所处位置，我们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。在学习蜡烛图技术的时候，有一根均线可以给大家很大的帮助。这根均线在识别砸盘 K 线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经常去用到，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短波均线，21天均线。现在图中大家所看到这根粉色的线就是21天短波均线，你把参数调为21天，那么就可以把这根均线呢调出来。我们经常会用到不管呢是在任何的技术分析的时候，在讲空间的时候，短线交易的时候，我们会经常用到这一根线。当股价出现了砸盘 K 线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保证的一点，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这一根 K 线它尽可能不要在高位。那何谓高位，何谓低位，不同周期有不同的定义，
可能某一根 K 线它在短期来说它是在低位啊，或者说在高位，但是在中期长期来说它其实可能是在低位，所以周期不同，它的位置不同。而我们现在讲的这一个砸盘 K 线，一般我们是以中短期来作为界定，所以21天均线呢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。在21天均线附近所出现的砸盘 K 线，我们认为它是比较安全，并且上涨空间比较大的，同时它也面临了一个有效的支撑。那么在21天均线附近出现的砸盘 K 线，那么我们认为它会更加的可靠。往往在这个位置出现出货的现象也是比较少的。那如果你发现某一天有一根砸盘 K 线出现，但是它却是远离21天均线在相对的高位出现，那么这时候你就要小心它可能出现的出货现象。那么我们会发现的是，市场当中在此处出现了一个砸盘的 K 线，它呢不只跌破了7天前的最低价，也跌破了我们所说的21天的短波均线，但是在第二天收阳，并且站回了21天的均线，这就是双重的肯定。本次呢只是短期的破位，后续我们依旧可以看涨。那么用21天均线呢，你就对空间的位置，对于 K 线所处的位置有了一个相对的界定和标准，不至于呢我们去随便的使用这个 K 线的技巧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比如说这一个行情，首先我们看到这根 K 线，先确定可能是砸盘 K 线的阴线。这根 K 线出现之后，它是一根阴线，并且它的收盘价很明显跌破了7天，我们前7天最低价是谁啊？刚好是第7天的这根 K 线，最低价被跌破了。好，跌破之后，它有跌破前面11天内的最低价吗？也没有。那如果我们来看一下1号 K 线，也就是1天前的收盘价，有没有比5天前收盘价要高呢？这个很明显，1号 K 线的收盘价是比5号 K 线的收盘价要高的。这种情况就构成了一个相对上涨当中的破位行为，我们认为这一天有可能构成砸盘的 K 线。但很明显你会发现，这一天出现的时候，它离均线其实并没有完成一个回踩或跌破行为，也就是说有一定的空间。其次呢，是我们发现在收阳的时候，它不是一根上涨的阳线，而是一根假阳线。而这根假阳线出现之后，它是明显跌破了均线，并且跌破了前11天的最低价，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行为。这种现象出现，说明这一天可能不是砸盘，而是出货。出现这种情况呢，我们一般不要盲目去做交易啊，不要盲目去做交易。后续很明显再次出现了一个下跌。那标准的主力砸盘现象，我们可以用均线和 K 线模型来去配合。比如说这个位置市场的下跌，为什么这里标注它是砸盘 K 线呢？我们把它前11天的 K 线做一个标记。来，大家看到这根砸盘 K 线的位置，砸盘 K 线它是否有跌破前面我们7天内的最低价？我们做一个标记。很明显的是，市场当中是不是这一根 K 线啊，我们定为砸盘 K 线的收盘价跌破了7天之内的最低价，但是它并没有跌破11天之内的最低价，构成了上涨当中的短期破位。而这个破位行为，它的1天前的收盘价是比5天前的收盘价是要抬高的，短期是向好的，突然出现了暴跌。而这一天的下跌，它是不是回踩了均线，并且出现了下影线的止跌？第二天是不是收阳？正常来讲，收阳作为买点，但如果收阳的同时站上了均线，我们认为这个买点你的仓位可以更重一些。后续市场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短线单边有效的上涨？这就是主力砸盘 K 线。如果你能够去识别，你将会买在一个相对的低点、相对的启动点、相对的拉升点。同时，如果你能够在这一天买进，我们也可以呢以21天均线作为持股线。你买进这一天应该是在21天均线附近，那么21天均线则作为你的止损线。如果买入第二天或者短期内出现跌破，收盘跌破，那么则可以作为止损，不然的话呢，可以暂且持股观望。这
可以等待主力的拉升开始。关于今天的主力操盘 K 线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阿哲讲技术频道，那么听到这里也不要忘记在下方我们点赞订阅阿哲，点个铃铛，以后阿哲每周更新视频，你可以第一时间及时的观看。我们更多精彩的内容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